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尽管美国的疫情仍然在扩散，但随着时间慢慢临近秋季开学，那么近期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不得不开始公布自己的新学期计划。比如哈佛大学刚刚宣布秋季课程将会完全在线上进行，而所有需要 I-20 表格和 F1 签证入境美国的国际新生呢，将无法在秋季进入美国，只能在推迟入学和在家上网课中二选一。据此推测，在此前哈佛和 MIT 起诉联邦政府的这个案件中啊，大学们并没有取得外界以为的大获全胜，而是应该达成了有条件的和解。ICE 撤销了先前颁布的禁止国际学生在美国完全上网课的规定，但对于大学仍然是有所要求的。那么这项所谓这个撤销的案件呢，其实并不适用于这个大学的新录取的需要，特别是 F1 签证的国际学生。像这个哈佛大学这样财大气粗、敢于硬刚政府、坚持只上网课的这种顶级大学其实是少数。在这一波的政府对大学的交锋中，大部分的大学都多多少少选择了妥协。截止7月中旬，有 32% 的美国大学他们决定以混合模式开始新学期的授课，有 53% 的大学计划以面对面授课的为主，那么只有 10% 的大学打算使用纯网课教学。换句话说，有至少4/5的美国大学会在秋季以各自的方式打开学校的大门，这样的决定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来自学生的压力呢，是包括很多的学生他不愿意付出高昂的学费，却只得到了函授课程。来自政府的压力呢，着力于重启经济的政府以各种手段来胁迫学校复工。此种胁迫呢，对于公立大学来说呢，尤其明显。来自于财政和学术计划的压力呢，那么部分非顶尖学校呢，确实想要维持正常的线下教学，以保障稳定的入学人数和学术声誉。线下开学这种计划看似满足了方方面面的需求，但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们并不这么认为。众所周知美国的这个大学教师它是年龄段偏高的一个群体。根据美国的这个叫做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的统计它美国大学终身制的教授他的年龄中位数是49岁，有 37% 的教授年龄在55岁以上，比全美国平均高出了 14%。 另外，美国大学的这个教授超龄工作，一把年纪了不退休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根据统计大学教授中呢，过了65岁不退休的比例呢，比全美平均高出了整整1倍。从医学数据上看，相比20岁上下的年轻大学生，那么新冠病毒对于这些大龄教授的威胁要大得多。一旦感染，那么中老年人的康复率也比年轻人低得多。在新冠爆发的日子里，美国的学术界已有很多的老人被疫情夺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医学事实摆在眼前，也难怪很多的老教授呢会对大学大踏步的这个线下开学计划忧心忡忡。他们有些人呢，甚至对于线下上课直接提出了拒绝，或者组织了抗议。毕竟跟这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比起来老知识分子们才是真的是拿命去上课那么现在如果让老教授们回到教室，简直就如同在玩俄罗斯大转盘。这种俄罗斯的轮盘赌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那么很多的人呢，包括老教授，或者不会踏进校园半步。我们知道俄罗斯大转盘的这个规则很简单在左轮手枪里面它有6个弹槽中呢，放入1颗或者多颗子弹，那么任意旋转转轮后呢，关上转轮。游戏参加者轮流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那么中枪的当然是自动退出，怯场的也输了，那么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利者。
这样的担忧绝非单独的案子。那么根据这个康奈尔大学的教务长说法，说之前呢，他发给职工的这个问卷反映，有1/3的教师呢对于面对面教学是毫无兴趣，还有1/3对此感到担忧。那么剩下的呢，也仅仅是在这个条件安全的前提下才愿意来线下上课。可能这也是这康奈尔他早早就开启了这个国际生异地上学计划的部分原因。那么本土教师呢，愿意复工的实在是太少了，而文理学院和这个藤校呢，可能还不是真正的重灾区。那么体量庞大的这个公立综合性大学的教授们，可能就要面对着更大的风险，因为这些大学的学生更多，教职工更少。尽管这些决定这个线下开学的大学们都出台了详细的卫生指导，比如说要戴口罩上课啦，那么控制学生的间距啦，追踪健康的状况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呢，都不足以让教师们放心。此前这个宾州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还纽约州州立大学的部分教职工，他们都签署了抗议书，以此来反对学校不和教职工群体做任何商讨，就让他们回到线下上这个教学。那么伊利诺伊大学的这个抗议书中提到说他们这个香槟校区向来是以紧密的这个大学城氛围著称的，要指望5万的学生完全遵循卫生指导是不可能的事情。签署这个职工超过了1000人的这个宾州州立大学的抗议书呢，则向这个学校要求授课的教授们，他们应该有权自由选择是线下教学、混合教学还是完全线上教学，并且可以在不透露自己个人健康隐私的情况下，随时更换上课的模式。可惜了，在一些铁了心要开学的学校当中教授有情，这个政策是无情的。那么学校的政策有的学校要求他们这个教师必须超过65岁或者身患糖尿病、肺病等7种疾病之一才具备网上授课的资格。所以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每个人感觉到这个心里很难过，因为美国的老教授们都是一把年纪了那么得了这么些病，居然还得网上授课，真是敬业那么很多年轻的教授们也不好过。在大学的复课政策中年纪轻的教授几乎是默认被要求返校教学，并没有上网课的选项。那么这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也感到了冒犯。在美国很多的教授他们会选择举家定居到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那白天上课，晚上带娃，来保障家庭的完整和工作的便利。那么疫情中的开学计划呢，让这些教授他白天在学校接触大量潜在的传染者，晚上再回家和一家人亲密团聚，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而这部分向学校申请在家上网课，以便能在疫情中安全带娃的教授呢，甚至基本上被学校以不符合条件的理由所拒绝。此外呢，还有一部分尚未得到终身制合同我们管叫这个终身教授的合同这个是每一个教授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甚至不敢向学校提抗议，因为他们担心人力部门的介入呢，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合同和发展前景。你把学校逼急了，那不解决问题，那么解决提问题的人也是有可能的。而最让教授们担心的它不光是疫情的发展和学校的措施，还有一旦开始线下上课，要面对的是无数美国的熊孩子。美国的南部近期已经发生了几百起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个新冠确诊，包括了德州理工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它的内容无非是与橄榄球队兄弟会 party、校园附近酒吧有关。那么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呢，更是因为疫情收回了之前的秋季线下开学计划，改为了网上授课。但凡是到过美国大学的人就知道美国大学的年轻人最是洒脱奔放了，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止20岁的人呢去做20岁的傻事儿。3、5成群的这个哥们儿呢，喝几杯开个 party， 最再正常不过的校园文化了。更何况呢，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充分见识到了美国的部分年轻人对于疫情的这个毫不在乎，乃至作死。那么你再严苛的这种防控的警告你对于这个也没办法遏制这些反智主义的这种流向。
那么毫不夸张地说啊，按照这个疫情发展的势头，那么在复课后的大学里呢，出现疫情传播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啊，在我们这个所谓心疼学生没办法好好上学，抱怨学校没办法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别忘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教授们。作为老师，他们绝大多数啊深知网上授课的局限性，他们并讨厌不能面对面传业授道的感觉。那么作为人，他们也有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拒绝将自己置入危险的权利。毕竟啊，教书不是救火，那么他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而教授们即使躲过了这个疫情呢，克服了种种困难，那么在这个秋天，他们中的还有一些人还要面对一些更加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作为招生官，他们要读完成百上千在疫情中我学到了什么，或者疫情让我长大了的大学申请文书。这不禁让人再度感到心痛啊！毕竟啊，这个教授的命他也是命，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近3-5年啊，我们看到这个大量的中国人呢，他嘴里啊老是在高喊着一些旧社会的名词，其中频率最高的就是一个字儿：汉奸。作为一个热爱这个汉语啊，那么我呢，其实对于这个驾驭汉语的这个词汇能力呢，其实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水平很差，大家还是原谅啊。我知道汉语一个词有一个词的讲究，一个词有一个词的智慧，一个词有一个词的修养。但是这些年呢，我发现了，那么中国的社会啊，他们越来越粗暴啊，用词儿呢越来越鲁莽。那么从来没见过像今天这样啊，在所谓中国的这个国内国外、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汉奸的词儿是满天的飞啊。我甚至怀疑呢，到底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文明的年代，而活在了这个8点档的抗日神剧里，民国剧、抗日剧。首先，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必须要看一个前提啊，就要看他有没有做这个汉奸的资格。如果避开这个前提不谈，那么后面这一切呢都是扯淡。你要知道，卖国啊，从来就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绝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自民国以来写文章的人啊都算作读书人，那么这个数量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人。那么这几十万人的读书人里面，真正当过汉奸的人也不过只有几个。最出名的当然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胡兰成。那么他们呢，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很有才华，他们也同时掌握着权力，他们也掌握着公共资源。汪精卫是在投靠南京的伪政府之前呢，曾经是中华民国国防最高会议的副主席，那么国民党副总裁，还是个大才子，还是个英雄。那么周作人、胡兰成呢，在汪伪政府前呢，都是可以和鲁迅比肩的大文豪。只有他们当真是卖过国。那么理论上中国人要批评他们、谴责他们，但更多的时候呢，更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说，并不是，而真的也不是每一个普通人他都能卖国呀。每次我看到啊，在网上看到啊，大家这个骂这个是汉奸啊，那个是卖国贼，有的时候是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呢，被骂的人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上班族啊、服务员啊、工人啊、普通文化人、普通作家，说他们卖国简直是说笑的。在今天啊，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当汉奸卖国，其实普通人根本就没这可能，只有这个达官贵人啊才有这个可能。道理很简单，普通人用什么卖国呢？首先你又不是间谍，那么你间谍也是公务员嘛，那你现在普通人，你连间谍的资格没有，卖国的资格没有，你怎么去做汉奸呢？我们再说一下汉奸这个词儿啊，这本来就是一个旧时代的词儿，上百年过去了，至今还是无处不在。这依旧是一个赞美和批评的问题，是民众眼睛里看到什么的问题。但实际上，汉奸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因为你把种族放在里面了。最近几年呢，民众只愿看到赞美啊，他不愿意看到这个批评。那么有些人呢，习惯用赞美和批评来划分阵营，认为对中国提出赞美的人啊，就是爱中国啊；提出批评的人啊，就是汉奸。在各大网站、在微博里啊，只要有人真心的啊、痛心疾首的啊指出社会的弊端、中国人的缺点，他们就会迅速跳出来，拿着汉奸的戳往人身上一盖。
那难道搞批评就代表着不爱国吗？显然不是。我看到所有搞批评的人啊，鲁迅啊、萧伯纳呀、马克吐温这些人呢，他们一生都在搞批评，他们是实打实的批评家，他们是实评家，但他们不但不是汉奸，甚至比一般人更爱国。他们在自己的能力之下，试图期待一个美好的秩序，并畅想着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些是过去的例子，说的有点远。那么我说比较近的啊。那么如果你看着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各大城市啊，那个北京啊、上海啊，那边到处都是中国最顶级的建筑和企业啊，他们这个对面展现着中国最繁华的景象啊，那么漂亮啊，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但是如果你走到这些大楼的这个地下的厕所啊，你会发现一片破破烂烂。我指的不是农民工住的地下室啊，甚至有的时候比大学的这个公共厕所还不如。你去那些北京的名店啊，你去那些很有名的这个老字号啊，你去他的厕所看一看，简直可怕。最大的原因呢，很可能是这个地方的领导啊，一般不会去上厕所。如果多一点人站出来批评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比如再举个例子啊，你生活的小区里啊，如果你永远有一个人为大家去批评啊，批评安保问题，批评排污问题，批评物业问题，可能你看到他批评的时候呢，觉得很闹心。一旦哪天没这个人了的话，你可能发现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同样，一个国家啊也是如此，并不会因为批评者消失而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糟糕。那么每一个人都想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好，而一个所谓的国家，难道只需要一味的赞美吗？而不需要批评吗？当然，美国是正好相反，是批评的过多了。两个党互相批评，人民互相批评，媒体互相批评，大家都在互相批评，看上去好像是很乱。我想人的眼睛可以往左转，也可以往右转。那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呢，一部分来自选择，一部分来自良心。那么你可以选择看见赞美，但也要承认批评的存在。事实上，能搞批评的人啊，往往对于很多事情饱含着热情，而无条件的去赞美，却多多少少含有几分愚蠢的成分。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我还想说啊，这汉奸这个词儿啊，从这个词语的使用能力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能的词，不光低能的词，还是个种族歧视的词。低能词汇呢，就是说它概括不了事物的本来的复杂性，那么没有能力探讨真正的人性，也没有能力分析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只能拿着一个大戳子写着汉奸两个字啊，往所有人身上盖啊，给人扣帽子啊，打棍子。那么越标签化越好，越简单化越好。简单中蕴含着足够的粗暴，简单中也蕴含着足够的无知。那么这类低能的词儿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无处不在。那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词儿啊，渣男啊、渣女啊、油腻啊、男婊啊、直男癌啊、绿茶婊啊、傻白甜等等，这些词汇呢，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的低能。这些词汇本身暴露的啊，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是在用词上基本上是没有词汇正确的实用能力，已经主动把智力降为零。那么既没有做到对词汇的尊重，也没有做到对内心的尊重。真正的意义来说，其实社会上每一个人他都是复杂的，他展现了人性的多面和人性的复杂，并不是一个粗暴的词汇啊，可以将人直接打到原形。况且这个汉奸这个汉字呢，又表示汉族，那其他的族呢，等于一旦牵扯到这个种族呢，在美国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错误，甚至牵扯到是仇恨犯罪。当然，某个人在某个方面存在蒙昧，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很清醒。当你用一个很低能的词去概括一个人的复杂，那么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选择显然是非理性，而且是愚蠢的行为。那么和汉奸一样低能的词呢，还有什么呢？走狗、卖国贼、五毛党、美分党、地道客等等。那么今天我看在网络上啊，谁只要用这些低能的词去骂别人，动辄就是几千上万的这个点赞。这其实就是主动把这么多年的啊党和人民啊给你的教育啊，这么多年的书，变成了婴儿式的表达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低能的词儿啊？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年呢，其实整个的中国社会呢，根本就没有一种智慧，那么只有一种鲁莽。如果那么中国呢被比作一个人，那么他在民国到21世纪初走过了一个艰难的一程又一程，那么到了近10-20年的时代，他突然陷入了对思考的倦怠，整个社会他不想思考，那么出现了所谓的去深刻化啊、去思考化，产生了对于知识的怀疑，那么对于知识分子的鄙视。
那么社会的反制，本质上我想呢，还是和这个中国人骨子里那个输不起、死不认错的面子文化，不敢面对现实的弱者心态是有关的。在这种心态下，人就越来越追求简化的思维，凡是跟自己一样的都是好人啊，不跟自己一样的都是走狗。凡是赞美的啊都是好的啊，凡是正能量的啊都是不错的，凡是批评的都是汉奸。那么这种民间情绪的堆积，只看自己的好，不看别人的好，轻易划分阵营的心态，对于社会是毫无好处的。当然，如果我们这边呼唤没有用也没关系，我们会看到了它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了伤害。最后还说一下爱国啊，那么我看到现在的爱国又变成了一种这个划分阵营的要求啊，你拉开了人和人的距离啊和智商的需求。爱国呢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我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那么我看一下，那么明天再继续谈这个话题。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